这支影片要跟大家讨论的是禽流感。禽流感是禽类流行性感冒的简称，而禽流感就好比人类的流感病毒，是一种 RNA 病毒。这种病毒时常发生变异，所以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病毒株在全世界流行着。而我们常听见的 H7N1 或 H5N1 就是这些禽流感病毒的代号。而禽流感病毒的传染方式主要是飞沫和粪口传染，跟人类流行性感冒一样，当感染的鸡只打喷嚏时，会将病毒排到空气中。健康的鸡只透过呼吸，将病毒吸入体内，在体内病毒开始大量复制，使鸡只受到感染。除此之外，受到感染的鸡只，因为病毒会在体内快速繁殖，再透过消化道，病毒随着粪便一起被排到环境中。当健康的鸡只嘴巴碰触到有病毒的粪便时，同样会将病毒带到身体体内，造成鸡只受到感染。另外，人类的行为同样会加速禽流感病毒的传播，例如场与场之间的鸡只移动、人员及车辆的进出，甚至是疫苗的施打方式。首先，当有 A 场的鸡只要移入干净的 B 场时，如果 A 场的鸡只本身就携带禽流感病毒，会因为鸡只的迁移而将病毒带到原本干净的 B 场，导致原本 B 场的鸡只因而感染到禽流感病毒。第二，人员或车辆进出机场的时候，鸡只的粪便可能会沾黏在车辆或人员身上，而粪便中若带有病毒，却没有经过彻底地清洁之后，再进入别的机场时，会将病毒带到鸡舍里面，污染别场的鸡只。最后，人为施打鸡只疫苗时，针头会存留着前一只鸡只的血液。如果前一只鸡只本身就有禽流感病毒，同样会随着血液将病毒遗留在针头上。当施打到下一只鸡只时，就会将病毒直接打入健康鸡只的体内，使健康的鸡只直接受到攻击。而感染禽流感的鸡只会出现鸡只头部水肿、羽毛不整、无羽毛处皮肤出血、鸡只全身无力、精神沉郁、采食及饮水量大幅减少，最后造成鸡只大规模的死亡。那怎么预防鸡舍内部爆发禽流感呢？目前预防的目标就是抑制病毒的数量，避免病毒吐量大量增加。但鸡只无法像人类一样戴口罩，所以无法直接阻断飞沫及粪口的传染途径。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避免外来病源的入侵。第一，当要从场外移进鸡只，先检查体内是否有病毒存在，确认无感染时，才可以将鸡只迁入。这么一来，可以大幅减少场外病毒带入场内的机会。而车辆或人员在进出鸡舍后，要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，降低病毒携带到其他机场的机会。另外，也要定期清洗鸡舍。首先将鸡只赶到另一间空舍，再将原本的鸡舍清洗消毒，杀光环境中的潜在病毒。等待1-2天后，再移进新的鸡只。最后，在使用注射器等侵入式器具时，也需要消毒或定时进行更换。这么做可以大大减少直接透过血液去感染其他的鸡只。然而，这些方法都是间接预防禽流感病毒的数量，无法让鸡只主动产生对禽流感的保护力。幸运的是，科学家从生物体的出炉中提炼出一种蛋白质，而这种蛋白质我们称之为辨识出炉蛋白，简称 RCP。在生物体内 ，RCP 具有3种功能。首先 ，RCP 能非特异的粘连病毒，而非特异的意思就等于所有种类的禽流感病毒。粘连病毒的 RCP 接下来会粘在黏膜表层上，
再慢慢穿入黏膜层中。最后 RCP 会释出讯息给免疫细胞，刺激免疫细胞将 RCP 和病毒吞噬。接着黏膜层的免疫细胞将产生抗体 IgA 保护机制。平常时，病毒会从口腔和鼻子进入鸡汁，经过吞咽，病毒会被带入肠道。当鸡汁食用混合辨识初乳蛋白 RCP 的饲料， RCP 会在肠道和病毒接触，并附着在黏膜上，进入组织间。免疫细胞吞噬后受到活化，随着血液到淋巴结中，部分免疫细胞被送到呼吸道黏膜后，开始制造出抗体 IgA， 在黏膜层中和病毒。也有可能会有部分的免疫细胞在淋巴结中就成熟成浆细胞，制造抗体 IgA 在血液中去中和血中的病毒。相较于目前预防禽流感的方式， RCP 因为是由初乳所提炼出来，较为天然，加上是利用天生具备的免疫系统机制来预防病毒的入侵，因此无抗药性的情形会出现。加上 RCP 的作用是非专一性，能抓取所有容易变异的流感病毒。而为了更加证实辨识初乳蛋白 RCP 的功效，屏东科技大学兽医系教授设计了辨识初乳蛋白在蓝耳病的攻毒试验。试验中抓取8只病毒阴性、抗体阴性的4周龄小猪，并分成控制组以及治疗组2组。2组猪只直接攻毒3天，并检测血中病毒量。接着治疗组每日灌食 RCP 5次，1天后立即测量血中病毒量。结果发现，治疗前2组平均病毒量相近，但1天后在未处理控制组中，PRRS 病毒在体内大量繁殖，最后每微升血中带有20万只病毒。而在治疗组使用 RCP 1天后，病毒量只剩下2000只。从数据来看，确实知道使用辨识初乳蛋白 RCP 可以大幅减少血液中的病毒数量。而我们知道 IgG 抗体的生成时间需要3至7天，1天之内就将病毒量减少到如此低量的可能性很低，所以我们更加确认辨识初乳蛋白刺激免疫细胞后，是制造出抗体 IgA 去中和病毒。而 IgA 除了会分泌到黏膜表面外，同时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去中和病毒。治疗组才会表现出使用1天后就发挥出功效，血中病毒下降的趋势。在饲养鸡只时，饲料中添加 RCP，确实能降低禽流感病毒对鸡场的危害。